男人每天只吃1粒米饭，却活了整整3年。他每天干着宗门内最脏最累的活计，却不会感觉到饥饿与疲累，只因男人捡到一块可以让时间加速的玉佩。等到了晚上，陈平偷偷溜进宗门灵田内。要是被宗门发现就死定了。我只拿1粒灵骨，应该不会有人发现。他小心翼翼地从碎珠上取下粒灵骨，紧紧攥在手心里。正当陈平要离开之际，看管灵田的草棚方向传来一声嘟囔，原本的鼾声停了。陈平全身僵住，一动不敢动，屏住呼吸。草棚里传来翻身的声音、咂嘴的声音，然后鼾声又响了起来。陈平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后背冰凉，冷汗湿透了衣服。他不再停留，立刻紧贴地面，沿来路爬了回去。看着手掌中的青绿色的灵骨种子，陈平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，心念一动，陈平进入了玉佩空间。这里有一亩灵田，陈平走到灵田中间，他蹲下身，用双手在那肥沃的黑土上小心地挖开一个小坑，坑不深，只有半指。他将那粒珍贵的种子轻轻地放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灵骨种子便开始发芽，长出来了，真长出来了！看来那地方不能待太久，时间长了脑袋受不了。这大概就是进入那片空间的代价，代价不小，但和那黑土地的神奇比起来，值得。起来，都起来，等死呢！今天喂猪的去西边猪场，手脚都麻利点，误了时辰扒了你们的皮！陈平赶紧爬起来，混在睡眼惺忪的人群里往外走。他和其他几个被点到的苦力沉默地跟在王管事身后，走向灵兽峰西边那片更显污秽的区域。还没靠近，一股浓烈的混合气味就扑面而来。陈平被分到一把锈迹斑斑、刃口都卷了的破柴刀，还有一个巨大的破背篓。他跟着几个同样面黄肌瘦的苦力，走向猪场外围长满荒草的山坡去割草。割草这活计看着简单，做起来才知道要命。山坡上的野草长得又硬又密，根茎盘结，那把钝刀砍下去，震得虎口发麻，草却只断了几根。他必须弯着腰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下一下的砍割。汗水很快浸透了单薄的破衣，流进眼睛里，又涩又疼，腰背酸痛的像是要断掉。每一次直起身都无比艰难。割了小半篓，背回去倒进巨大的石槽旁。磨蹭什么？这点够塞牙缝吗？再去割！没看见猪都饿得拱蓝了，耽误了灵猪场标，你担得起吗？陈平看着自己被划破的手臂，张了张嘴，终究什么也没说。他默默拿起空背篓和钝刀，转身又走向山坡。一整天就在山坡和猪舍之间来回奔波，劳累了一天。陈平迫切想知道空间内的灵骨怎么样了。进入玉佩空间，只一眼，陈平就愣在了原地。仅仅1天，就从一颗种子长成了半尺高的苗，这速度简直匪夷所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平依旧是割草喂猪，直到第7天再次进入玉佩空间。是真的粮食，能填饱肚子的粮食，属于我自己的粮食。1捧、2捧、10捧、20捧，整整6000粒饱满的灵骨。怎么处理这些灵骨？带出去吗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窝棚里人多眼杂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严重。种下去，就在这里。对，全部种下去。6000亿种子，如果都能长成，1亩地大约能种4万株凡俗稻苗。虽然这里种出灵稻可能更粗壮，但种个10000把株也没问题。全部种单粒，不行。万一有的种子不出花呢？一个坑里放多少粒合适？6粒，这样能保证每个坑里都有苗。一次点中6粒，1000个坑就能种完。所有人都说我是个苦命人，日复一日的在猪圈里打转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心里埋着一个秘密，一个让我即便身在地狱也能仰望星空的秘密。而这个秘密是于我手中那几粒普通的种子，2、3、4，1000个坑，6000粒种子，这是个需要耐心的活儿。7天，只需要再等7天。那片黑土地
有了玉佩空间，我就有机会从苦役弟子晋升为宗门长役弟子。只有这样，我才有机会救出自己的父母。3年前，在千里之外发现了一处矿脉，急需人手。矿洞深处危险重重，为了给体弱的儿子搏一个活命机会，哪怕是宗门最底层的苦役，也比在外面饿死或当矿奴强。陈平的父母签下了那张等同于卖身契的生死契约，进了矿洞，用他们的命换了陈平进入青云宗当苦役弟子的资格。当天夜里，陈平看着手中的玉，心念一动。太好了，我成功了！再过几天，6000株嫩芽都会变成成熟的灵骨。收割6000株灵骨，用手去拔，用那根硬木棍去敲太慢，效率太低。我需要镰刀，收割下来的稻穗需要脱粒，用手一粒粒去搓。6000株，那得搓到何时？我需要脱骨的工具，这些工具宗门里就有，只是我一个杂役弟子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东西。在宗门偷东西，要是被抓到，轻则废掉手脚丢出山门，重则直接打死。但是不偷怎么办？为了得到打鼓所需的工具，陈平偷偷潜入宗门放置农田工具的仓库。我需要镰刀和脱骨车。偷出来了。只是这东西越大，对自己的消耗也越大。镰刀有了，脱骨车有了，频繁出空间身体受不了，还是等到灵骨成熟后再进去吧。第7天，陈平再次进入玉佩空间。成功了，全部成熟了。以后也不用为吃的拼命，再也不用忍受饥饿了。这灵米蕴含营养，远非凡俗食物可比。只有身体强壮了，我才有力气完成外面的劳役，节省体力和时间。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体力，就能用来练习养生功。养生功是宗门给每个杂役弟子的功法，用以强身健体。只是杂役弟子没时间也没体力来练。如今陈平拥有用之不尽的灵米，便有了练习的条件。练了养生功，力气更大，干活更轻松，就有更多的时间休息，这才是良性的循环。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，还要活出人样。都给老子起来！哟，陈瘸子今天能扛半筐了，昨晚偷吃了。抱元手艺，一手丹田，推山探海。随着对养生功的练习，陈平的脚步渐渐变得轻盈，力气也变大了起来。有了这些灵骨，不用多长时间，我就能成为宗门的长役。这天，陈平刚把猪草拿进猪场，几个总欺负他的壮汉杂役故意把一大桶泔水踢到他面前，把他倒了。邪门了，这痨病鬼哪来的劲？长寿功法果然没有白练，没想到自己的力气能长这么多，这变化太明显，容易招祸，以后得悠着点。长寿功法果然没有白练，没想到自己的力气能长这么多，这变化太明显，容易招祸，以后得悠着点。
相信很快就能达到宗门长一弟子的要求。陈平，我看你最近精神头不错嘛，力气也见长。回管事，是您管教的好，小的不敢偷懒。哼，不敢偷懒，我看你是挺勤快。既然这么有劲头，那北坡那片林子边上的猪圈，你去清理干净。北坡，管事，北坡那边听说不太平，有野猪。怕了？你不是力气大吗？搬石碾子都有劲儿，还怕几头畜生？怎么，我使唤不动你了？王管事已经盯上我了，要么是怀疑我偷吃了什么，要么就是纯粹因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揉捏而心生不满，要把我重新踩下去。小的不敢，现在反抗只会招来更狠的鞭子，甚至可能被当场打死。那就去，天黑之前给我弄干净。要是敢偷懒，或者没弄干净，哼，你知道后果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磨蹭什么？快点！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击杀了这只野猪。野猪肉本身也价值连城，有助于修行，就需要小心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拖着疲惫不堪、浑身恶臭的身体，一步一挪地回到了自己那个低矮的窝棚。回到窝棚，他甚至没力气去打水清洗，只是胡乱地扯掉最外面一层沾满污物的破布，蜷缩在冰冷的草铺上，昏死过去。陈平，死哪儿去了？猪圈的活干完了吗？陈平，王管事，哼，看你这副死狗样，活肯定没干完。废物，昨天就让你清理猪圈，磨蹭到现在还弄得一身屎尿，晦气！今天别想吃饭了。王管事，活是没干完。昨天有头大野猪冲进猪圈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胳膊也被撞伤了。野猪？是有动静，挺大的。我离得远没看清。放屁！野猪？哪来的野猪能跑进猪圈？我看你是偷懒耍滑，编瞎话糊弄老子，要么就是你把猪圈弄坏了，想赖给野猪。你个下贱东西，胆子肥了！活没干完就是没干完，少找借口。今天现在立刻给我滚去后山市场搬石头，搬不够100块别想回来。敢偷懒，鞭子伺候，给我盯紧他。他盯上我了，不是因为野猪，也不是因为猪圈没清理干净，是因为我力气变大了，身体变好了。他怀疑我偷了东西，或者遇到了什么。从今天起，日子会更难过了。晚上回到窝棚，陈平努力平息着自己的愤怒，将这份仇恨放进心底。只有深夜时，监视陈平的带八监工也睡着时，陈平才能获得一丝喘息。拖着疲惫到极点的身体，陈平进入玉佩空间。他扑到那堆灵骨前，像一头饿极了的狼，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生米。断裂的臂骨在灵米持续的滋养下，愈合的速度快了很多。吃完米，他没有立刻休息，而是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开始练习养生功。只有更强的力量，才能扛住王管事的刁难，才能
活下去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陈平骨子里的那股狠劲被王管事的步步紧逼彻底激发了出来。某天深夜，他照例进入玉佩空间吞米练功。练完功，他习惯性的扫了一眼空间角落堆放的东西。不对，野猪被我分解进来已经过去快1个月了，这猪肉怎么还是新鲜的？不会坏？对，玉佩空间里的东西不会腐烂，无论是灵米还是普通的血肉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如今的气力已经接近长衣弟子测试的要求了。某天下午，陈平正在后山一片陡峭的坡地上清理疯长的荆棘丛，八脸监工照例坐在不远处阴凉的石头上打盹。突然，一阵奇异的波动扫过整个杂役峰。仙人，真正的仙人降临杂役峰了！上仙驾临杂役峰，小的有失远迎，罪过罪过。不知上仙有何吩咐？小的王有活，愿为上仙效犬马之劳。吾乃内门执事殿弟子周清，奉长老之命，巡查各峰灵气节点。近月来，宗门监测到杂役峰区域灵气浓度有异常波动，特来查勘。另外，吾需在杂役峰暂住数日，需挑选2名手脚麻利、心思纯净的杂役，就这2人吧。能为上仙效劳，是他们的福分。周上仙，您尽管吩咐。仙人降临，杂役峰这潭死水终于有了波澜。王管事为了讨好仙人，无暇顾及陈平，这也给了陈平更多的时间练习养生功。在灵骨和野猪肉的加持下，陈平修炼日益精进，终于将气力练到了500斤，达到宗门常役弟子的要求。听说了吗？周上仙说，不只是咱们这儿，好像整个宗门的灵气都变稀薄了。真的假的？怪不得上仙查了这么久也没个头绪，原来是大地方出了问题。可不嘛，上仙跟王管事说话时我听见2句，说什么宗门大阵运转有滞色，高层修行师受阻，所以才派人四处巡查节点。唉，这神仙的事儿咱也搞不懂。整个宗门的灵气浓度下降，时间就在自己得到玉佩后的这2个月，这未免也太巧了。此处节点并无明显异常，灵气波动或与宗门大阵整体变化有关。我需回制事殿复命。陈平，你他妈聋了！仙人走了，你这废物就没用了！给老子滚去后山，那片荆棘存3天之内给老子清理干净，清理不完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听见没有，废物，还不快滚！王管事，清理荆棘的活儿，你找别人吧。你说什么？找死！我的活儿做完了，现在我要下山。下山？你他妈想跑？不，我去找山下的管事，参加长役弟子的考核。考核？就凭你？你这断了手的废物，还想当长役？老子看你是疯了！拦住他，给老子打断他的腿！王管事，考核时间有限，我先走了。何事？弟子陈平申请长役弟子考核。山上来的？是。规矩知道吗？举石锁，过顶1次，稳住3息。杂役峰每年都有几个来碰运气的，大多连石锁都撼不动。不错。牌子拿好，长役弟子身份牌，长役弟子服。窝棚区西头自己找个空窝棚住，
明天卯时到后山石场找李工头李管事报道。谢管事。记住，成了长役，活更重，规矩也更多。新来的，力气看着还行，砸石，把大块石料砸成拳头大小，要均匀。那边是砸好的堆，这边是没砸的。每天5方，申时收工，完不成扣工钱。任务未完成，今天工钱没了。以我现在的力气和技巧，5方是极限。只要适应几天，加上空间里灵米和肉食的补充，我就一定能完成。每天一定要练习5遍养生功，只有如此，自己才有可能继续晋升。还有之前一直针对自己的王管事，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陈平很快就适应了采石场的工作。这天，陈平正抡着锤砸石头，眼角余光瞥见石场入口处，王管事鬼鬼祟祟地闪了进来。王管事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陈平，别砸了，收拾你的家伙，去灵矿区报道。那边缺人手，下午就过去。灵矿区有着诡异气息的空气，在那里干活身体会慢慢垮掉、咳血、皮肤溃烂，最后无声无息地死在某个矿洞里，被草席一卷丢出去。那是杂役弟子工作中死亡率最高的地方。是王管事，绝对是这个杂碎。新来的，陈平。规矩很简单，下矿挖原矿，每人每月定额100斤，完不成扣0金，连续3个月完不成或者死在里头，算你倒霉。别想偷懒，也别想私藏，被守卫发现就地打死，懂了吗？懂了。滚进去吧，丙子7号洞。这里比想象的更压抑。灵矿毒，传闻是真的。这矿洞里的气息蕴含着要命的毒物，待得越久，中毒越深。头晕眼花，四肢乏力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。灵米和肉食都无法完全缓解灵矿毒，养生功效果也大打折扣。不行，必须离开这里，否则活不过3个月。这鬼地方，再干2月，老子怕是要渴死在这里。省点力气吧，攒够灵精换出青灵草是正经。说的轻巧，100斤矿，累死累活才换2灵精，一株青灵草要5灵精，2个半月的命啊！总比直接毒死强。听说那草吃了，不光能解毒，力气都能长1大截。2位大哥，刚才听你们说青灵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真能解这矿里的毒？小子，新来的吧？那是宗门药堂专门对付这矿毒的灵药，听说对咱们凡人身体有大好处。这么神？那得去哪里弄？贵不贵？贵，何止是贵，5灵精1株，咱们拼死拼活1个月，挖够100斤矿，才给2灵精。就没有便宜点的法子？比如种子，自己种。种子虽然便宜点，可能有生物。种子给你，你能种活吗？灵草种子需要灵田，需要灵气滋养。灵田、灵气，我的玉佩空间那里面是不是就是灵田？是不是就有灵气？工钱，我需要工钱，这个月的工钱必须拿到。1灵精，2枚青灵草的种子，然后用这1枚青灵草种子种出一片天。身体的恶化速度比预想的更快更猛。陈平，矿100斤，超113斤，共计3灵精。2位大哥，青灵草的种子要在哪里才能买到？仙师大人，小人想求购青灵草的种子，听说仙师大人这里有。青灵草种子1灵精1粒，凡俗泥土种不活的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小人明白，请仙师赐1粒种子，小人想试试。仙师，小人还想再买2粒。随你吧，死了心也好。种不出来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这空间的土地到底是不是灵田？陈平在空间里待了很久，种子依然没发芽，精神疲惫，他不得不退出空间。第2天收工时，陈平几乎是跑着冲回窝棚，并迅速进入玉佩空间。
真的成了！这黑土地，这空间真的能种青灵草。这不仅仅是一株草，这是我活下去的凭证，是我挣脱这矿洞地狱的唯一绳索。青灵草生12月成熟，24月结籽，空间速度是外面的12倍。不出意外，1个月后，3株青灵草将会全部成熟。等待青灵草成熟的日子，陈平身体的恶化速度比他预想的更快更猛。在矿洞里，他每一次挥动矿镐，手臂的肌肉都在抗议；每一次弯腰搬动矿石，脊椎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到了第2个月，陈平挖矿变得异常艰难，100斤的原石任务成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山。他的动作迟缓，效率低下，常常需要比别人多花近1倍的时间，才能勉强凑够分量。这天，他远远就看到王管事的身影，正站在矿区管事旁边，两人低声交谈着什么。陈平，上个月你只完成了8成，这个月如果再完不成定额，按规矩只能请你离开宗门了。王管事，果然是你！现在被赶出宗门，这等于直接判了我死刑。陈老弟，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了？这矿洞真不是人待的地方，看把你折磨的。老弟啊，哥哥我上次就很好奇，你在杂役峰那会儿明明弱得跟小鸡仔似的，怎么后来突然就硬气起来了？气力长得飞快，说说是不是得了什么宝贝，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奇遇？只要你肯告诉哥哥这个秘密，哥哥保证立刻把你从这个鬼地方调出去，给你安排个轻松又安全的差事。灵晶少不了你的，以后跟着哥哥我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比在这鬼地方等死强？就是当哥哥身边一条听话的狗，也比你现在强100倍，是不是？呸！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！行，你有种，骨头硬是吧？我看你能硬到几时？下个月你要是再完不成任务，老子亲自看着管事把你像条死狗一样扔出宗门，到时候你就是跪下来舔老子的鞋底，老子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。你就带着那点可怜的秘密滚回凡间等死去吧！3个月后，陈平再次进入玉佩空间，成了，真的长成了，这就是上天的杰作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毫无作用？矿洞里的老哥们儿，他们没有理由骗我。真的有用，他们没有骗我，这是青灵草庞大的药力，不能浪费。第2天，陈平在空洞挖矿时，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能搬动700多斤。青灵草果然不一般，不仅解了矿毒，还让我凭空长了100斤的气力。此时绝不能掉以轻心，王管事那条毒蛇还在盯着我。到了月末交任务的日子，陈平佝偻的身体交出自己1个月挖到的灵石，100斤整。这小子上个月还没完成指标，看着随时要断气，这个月居然踩线完成了，回光返照。不行，得跟王管事说一声，免得那个小气鬼在上面说我坏话。刘管事，辛苦辛苦。刚才那痨病鬼陈平，他交了多少？是不是连50斤都没有？100斤，100斤，他挺过来了。秤上看的还能有假？毒入孤荒，走路都打飘，怎么可能刚好挖够100斤？难道他真有什么保命的秘法，或者私藏了灵晶，买了药？哼，看你能撑多久。等你撑不下去，像条狗一样爬过来求老子的时候，老子要连本带利把你的骨头渣子都炸出来。你的机缘终究是老子的。连续1个月的伪装和暗中劳作，新的灵矿毒素又开始在陈平身体里累积。他拿出玉佩进入玉佩空间，这是青灵草药力散尽而结成的种子，47、48，2个峡谷，一共48粒种子，不多不少。陈平将48粒青灵草种子全部种下，然后打起了养生功。
为了检测自己这次的气力提升多少，陈平再次回到了石块料场。这次他能稳稳举起700多斤的石头。距离1000斤已经没有多遥远的距离。届时我会参加管事弟子考核，争取成为一名管事。日子在伪装和暗中积蓄力量中悄然划过。这天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破了矿区的死寂。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老矿工张石，突然像疯兽般冲了出来，完全失去了理智。好恐怖的力量！灵矿毒彻底摧毁了他的理智，却榨干了他生命最后的潜能。废物！负责这片矿区的驻守仙人，此刻也来到了矿洞之中。他疯了，竟然去硬碰仙人！这就是仙人的手段，根本不是凡俗武力所能抗衡。800斤的力气，在这团火面前，连个笑话都不算。王管事该死，但杀了王管事又如何？在这等力量面前，凡人皆是蝼蚁。那团火，我也要拥有。我必须成为仙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平更加小心地扮演着他的费劳角色。1个月的时间在磨阳宫中过去。明明是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痨病鬼，怎么每个月都能刚好凑够100斤？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这好处我得自己先抠出来，绝不能让王管事那个摊货知道。30株足够我这2个月日夜不停的吸收，剩下18株留着结子，生生不息，再也不用看那些仙人的脸色。2个月下来，陈平将30株青灵草全部消化完毕，气力从700斤涨到800斤，再到1000斤，最后竟然涨到了2000斤。在矿场待满3个月的第3天清晨，陈平走出窝棚区，沿着崎岖的山路，默默地向杂役峰的最高处走去。弟子陈平，矿场长役，前来申请管事弟子考核。矿场长役，气力几何？回禀管事，弟子气力尚可。去，用尽全力打他一拳，胸口位置。这东西是什么材质？毫无缝隙，打上去会有什么后果？这家人怎么一动不动？难道这等材质，连2000斤的力量都无法撼动分毫？1997斤，不错，远超1000斤门槛，你通过了。这是你的身份令牌和管事弟子符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杂役峰管事弟子，月俸2枚下品灵晶，于每月初5凭此令牌到峰顶库房领取。此外，此乃牛力丸，宗门每年发放给管事弟子1枚，能固本培元，增气力气血，省着点用，效力尚可。2枚灵晶月俸，还有每年1枚能增长气力的丹药，这待遇比在矿场当苦役强了何止100倍。这就是权力和地位带来的资源。谢管事。拿着，这是各处尚缺管事弟子的执事名录，你自己选一处去上任，选好了告诉我。寿兰、织造坊、灵谷仓、炭窑、净衣房，全都是些苦累脏污的差事，管着10几头几10个杂役，毫无油水可言。百药园，宗门种植灵药的地方，只要有灵脉有灵土，就有灵药。哪怕只是最普通的种子，种进我的玉佩空间里，这绝对是天大的机会。管事，弟子愿去百药园。百药园，行，那里清静，活计也精细些，正适合养你那痨病。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恳请管事指点。说，弟子欲要检测灵根，需成为宗门记名弟子，不知这灵根检测需要何等条件？
在何处进行？力量只是在凡俗苟活的基础，灵根才是叩开真正仙门的钥匙。条件，哼，检测灵根，简单。去内务堂交5块下品灵石，我给你测。5块下品灵石？不错，5块下品灵石。1块下品灵石可兑100枚下品灵晶，5块便是500灵晶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条件，这就是一道赤裸裸的天堑。500灵晶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仙人们给所有底层凡人划下的一道死线，交得起才有资格知道自己有没有仙缘，交不起就一辈子在泥潭里打滚。我拼死拼活1个月才赚2、3块灵晶，500灵晶需要20多年，20多年变数太多，太漫长了。知道了就下去吧，采药园在后山，自己寻路去。令牌上有禁止，到了地方自有人接应你。500灵晶，20多年，对于凡人来说，那是一场永远无法苏醒的梦。但我不一样，我拥有玉佩空间，那不是梦，那是我在短时间内就能达到的目标。百药园，只要能接触到灵药，只要能利用玉佩空间，就有捷径可走。这里便是百药园了，这也将是我真正踏入仙门的起点。这位便是新来的管事吧？小老儿王德发，是这百药园的长役，恭候管事多时了。王老伯不必多礼，我叫陈平，初来乍到，以后还要多仰仗你们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您快请随我来。陈管事，这间便是您的住所。管事，您的8名手下都在园子里忙活，小老儿这就去把他们叫来拜见。不必急于一时，你且先跟我说说园子里的规矩。日常无非是浇水、施肥、除草捉虫，但这活计极其精细。管事，这园子里的每一株灵药都登记在册，由封顶的仙师大人亲自过问。若是因为照料不善导致枯萎或药性大减，轻则责罚，重则是要掉脑袋的。果然，仙人的饭没那么好吃。风险与机遇并存，规矩森严，但接触灵药的机会也更直接。好冷的眼神，他身上有一股不属于这杂役风的危险气息。那位是？回管事，那位是白芷白管事，他比您早来半年，管着东边那一片寒性灵药。他是封顶直接派下来的，据说有些来历，性子也冷，平日极少与我们说话，只专注于他的药田。封顶直接派下来的，难怪气质如此不同。这样的人背景神秘，实力未知，最好敬而远之。管事，您初来乍到，最紧要的是先熟悉园中所有灵药的种类和习性，万万不可混淆。这是封顶仙师大人赐下的百草图鉴抄本，里面记载了园中现存所有灵药的模样、名称、生长特性、照料要点以及常见病虫害的防治之法。您务必尽快熟记于心。仙缘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仙缘。这本图鉴配合我玉佩空间里那方黑弩地，我将拥有源源不断的灵药。5块下品灵石的门槛简直易如反掌，甚至我能自己服用，强行提升资质。大干一场了。王伯，带我去看看我负责的区域，认认人。是，管事，您这边请。都过来。这位是新来的陈平，陈管事，以后就由陈管事带着大家照料西园这片药田，都精神点儿。
谢过陈管事。不必多礼，我叫陈平，以后就在一处做事。园子里的规矩，王伯想必都跟你们说过，我只说一条：看好自己负责的药，出了差错，封顶怪罪下来，谁也担待不起。该做什么，照常做就是。管事，这是李有田，重要的老把式了。这是赵石头，力气大；这是孙小海，眼力好。这些人就是我掌控药园的基础，用好了是帮手，用不好就是麻烦。陈管事，这块是赤阳花，您看这叶子边缘发红，就是快成熟了，要特别注意虫害。这块是止血藤，藤蔓韧性足，攀架子的绳子得勤检查。这块是凝露草，叶子上的露珠就是它药性精华，浇水时千万不能沾到叶子，得从根下慢慢渗。管事，这茯苓膏劲儿大，量的把握死死的，离根近了或者多了，能把根直接烧烂，少了又没效果。这活计比在矿洞里砸石头需要多100倍的耐心和细致，仙家的东西果然娇贵。见识了真正的仙家灵药，这些凡俗眼中的极品，也不过是些不入流的杂草罢了。待我在这百药园站稳脚跟，弄到更好的灵药种子，这片土地才会真正展现出它逆天的价值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平的生活极其规律。白天，他在分管的药田区域巡视，手里总拿着《百草图鉴》，一有空就翻看。王伯，这赤阳发招什么虫最厉害？回管事，最烦人的是火芽虫、红头黑背，专吸弄叶汁水，得用烟叶泡的水喷。那寒星草呢？我看书上说虫害罕见。是少见，但去年闹过一次双蛾，白晃晃的虫子藏在叶子背面啃叶脉，那玩意儿怕热，得用手一条条捉，麻烦得很。1个月了，封顶的仙师每月初才来巡视一次。像止血藤、凝露草这种量大且低级的灵药，只要不是关键部位受损，根本无人察觉。时机成熟了。这根藤长得不错，看这颜色，药性应该积累的足了吧？回管事，这根是老藤了。这种深棕色的老藤皮是炼制上品回血丹的主料，封顶那边很看重。不过这藤蔓长得太密，通风不好。你看这里，这里是不是有点发霉的迹象？哎呀，这好像是师傅病的前兆，得赶紧处理。要是蔓延开，仙师怪罪下来。别慌，把染病这段切掉就行。你去工具房找点干净的草木灰来，一会儿切口处撒上封死，切口必须平整。是，我这就去拿。就是这里，切掉吧。多谢管事提醒，不然小人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以后多留心。铲插，只要能掺插，这节藤蔓在黑土地里就绝对能活。活下去，只要能活，这块地就是我的无尽宝库。这几株太密了，抢了养分，拔掉最瘦弱的。这土板结了，得松一松透气，切记不可伤了主根。无论是藤段、幼苗还是残根，
这黑土地都能强行催生。不过，这速度还是不够。如果再加上真正的灵泉水呢？有灵泉水浇灌，这生长速度足足是外界的近20倍，力量逼近3000斤，反速不到的极限到了。青灵草的药力对我现在的体质已经毫无用处，就是现在了，就是现在了。平静，松动了。这就是真正的仙家灵药，一片叶子比得上百株青灵草。那是真正的仙家法术，他不仅是管事，更是接触到了修仙功法的著名弟子。是那株病草上掉落的残叶，白天靠近查看时，机缘巧合落进了我的衣襟。如果这片叶子能活，那我便有了直通仙道的通天梯。每日回到石屋，除了雷打不动的演练养生功，就是查看空间里这些宝贝的状态。凝露草长势最好，被赤阳花的根须也长成了一株小小的，顶着2片微红嫩叶的幼苗。最后，他才将目光投向那片寒星草残叶。活了！3年太久，我等不起。既然能分株繁殖，于是陈平将凝露草根茎分开，又种出10株凝露草，用同样的方法也将寒星草种出8株。种完所有植株，他取来之前积攒的灵泉水，给每一株都浇上一点点，又特意取来仅剩的一点寒潭水，专门浇灌在3株寒星草上。转眼间，陈平已在百药园蛰伏了3个月。没用，凝露草的药力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已经和白水无异，身体的锤炼走到了死胡同。如今凝露草已经对我失去作用，是时候换成灵石了。陈平开始打听如何将灵草换成灵石的消息，可惜普通长医们根本接触不到这种秘辛。于是陈平想到了白芷管事。王伯，你在园子里待得久，对白芷白管事了解多少？比如喜好？白管事啊，看着冷冰冰的。哦，对了，他好像挺爱吃甜的，好几次我见他吃糕点。修仙者辟谷，却依然保留着对凡俗甜食的口腹之欲，这就是突破口。陈平开始每天带一些自己做的点心，分给手下负责药田的长医们。香甜的点心很快俘获了这些终日劳作的汉子们。白管事，刚做好的豆沙包，尝尝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防备心很重，没关系，熬赢最需要的就是耐心。今天试了蒸糕，还算松软。白管事，尝尝看。白管事，像咱们园子里的灵药，除了上缴宗门，若是有富余的，不知外面可有门路换些东西。北边，出杂一峰向北50里左右有个小山谷，每逢初1、15，有些记名弟子和个别外门弟子在那里交换些用度。那里规矩简单，但也鱼龙混杂，小心点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到百药园的第4个月，陈平拿出20株凝露草，准备去黑石谷走一趟。50里雪路，以我现在的气气，半个时辰便可狂奔赶到，但绝不能引人注目。 50灵晶，不能再少了。10年份，药力都快占尽了。这张清神符，换3株风铃草。风铃草没有，凝露草行不行？凝露草，药力太温和。2株凝露草，1块灵石。 2株换1块灵石，1株50灵晶。 上好的凝露草要吗？凝露草有多少？20株，刚采下不久。看看
极品，这成色绝对是刚新鲜挖出来的。品相还行，不过药效温和。13块灵石全要了。那我去问问别人。哎，等等，老弟够稳当，70灵晶一株，14块。灵石，修仙界的硬通货。老弟以后有好货来找我。怪人，不过货是真不错。陈平回到药园自己的石屋，拿出玉佩进入玉佩空间。他将14块灵石放进玉佩空间。去内务堂检测灵根的5块灵石终于攒够了，再过1-2天，这批寒星草就能进行第3轮分株。不知这灵石能不能辅助修炼？终究是仙家之物，凡俗手段难以撬动。陈平心中暗叹，准备将灵石收起，无意中手指触碰到胸前那枚温润玉佩，一道微弱的白光闪过，快得如同错觉。陈平只觉得掌心一空，灵石不见了。陈平低头寻找，也找不到那枚灵石。此时他注意到空间边缘种植的几株寒星草，寒星草与边缘的缝隙宽了一点点。难道这灵石能扩张空间的范围？玉佩吸收了灵石，能扩张这片空间。停下，必须停下！测灵根5枚，备用1枚，这是底线，绝不能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，断了叩开仙门的根本。玉佩吸收灵石，扩张空间。空间种出更多的灵药，灵药再换成灵石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，一个无限美好的新世界。4个月的蛰伏，成百上千次的枯燥分株与黑市交易，这敲门砖我终于筑成了，是时候去测试灵根了。陈平，百药园的出什么事了？可是灵药有损？回禀管事，百药园无事，灵药长势坎坷。无事？那你来此作甚？弟子想检测灵根。上次不是和你说过了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杂役弟子检测灵根，不是靠张嘴说就行。5块下品灵石，没有灵石，说破天也没用。这小子是怎么弄到的？难道是走了什么歪门邪道？算了，等以后再慢慢查这灵石的来历。跟我来。这就是仙人待的地方。王行3灵根，主木，伏土火，灵根纯度中等偏下，可直接入外门，